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谈一个刚刚去世的一位红二代，中共的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儿子叫罗宇，也就是罗宇先生呢，这2天呢他去世了。罗宇先生去世的消息传过来呢，我的心里面呢一直不是很好受，因为跟罗宇先生呢，我有过一些深度的交谈。他本人呢，可以这样讲，是一直有这么一个心愿，也就是希望呢能够筹拍一部电影纪录片的，把6·4中共这个高层，尤其是邓小平和中共几个军队的元老怎么密谋策划6·4镇压的这件事，把历史呢能够还原于天下的。可惜呢，天不留人，也就是罗宇先生呢，他呢才76岁，这2天呢他就离开我们了。那么罗宇呢，他是有特殊背景的，他是在延安出生的中共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是中共的开国大将罗瑞卿。罗瑞卿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一个人。毛泽东建国以后，曾经安排罗瑞卿担任过公安部部长，也担任过前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安排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时候，毛泽东就说，他走遍全国走到哪里，只要罗长子在，他就是安全的，就没问题的。也就是毛泽东是非常信任罗瑞卿的。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一直到什么？到林彪出山，因为林彪很痛恨罗瑞卿。也就是毛泽东后来用了林彪以后，由林彪担任中共的副主席，也就是变成2号人物，变成接班人地位时候，林彪呢那时候要打倒罗瑞卿，而毛泽东那时候为了重用林彪，就已经顾不上罗瑞卿那么多了，就随林彪去吧。所以林彪呢在文革时候曾经把罗瑞卿打倒呢，罗瑞卿是从楼上跳楼下来，2个腿摔断的。红卫兵是用箩筐抬到罗瑞卿去揪斗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什么荒唐的事在中共的历史上都会发生的。一个开国大将能够跳楼，含冤跳楼，而且还被红卫兵用箩筐抬着继续揪斗，这就是中共的历史。中共对他的这些开国元勋，这些英雄人物，都是按照他这个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按照毛泽东，他随心所欲，他用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他最放心的、最安全的。他一旦因为权力安排的需要，他马上就把你排挤掉。所以说罗瑞卿最后这个下场是共产党这部绞肉机它必然的结果。那么罗宇作为一个出自中共开国元勋的这个儿女的这个行列中的一个红二代，他是延安就出生的，跟中共这个红二代的儿女啊，他们关系都非常好。罗宇跟习近平他们都认识，跟中共这些红二代活跃在中共这个高级领导岗位上的很多领导人，他们都是称兄道弟的。因为正好是这一批人，也就是延安以后出生的，包括建国以后出生的习近平这一类，绝大部分的这部分子女呢，都是中共的这些高级将领，中共的这些开国领袖们，他们到延安呢，已经换了女学生，已经换了小老婆了。这些子女呢，基本上都是小老婆出生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共这些开国元勋，中共这些开国领袖，他们的这些儿女里面，这些换了小老婆出生的这些儿女呢，是他们最宠爱的。也就是这批人后来接班的嘛。你看，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习近平，还是什么俞正声，还是什么吕元朝、刘延东，就所有的中共的这些高层领导人培养的这些红二代，这些红二代都出自中共高级领导人他们后来换的小老婆的儿女。所以这些人呢，是中共红色资产继承的呢最大的受益者。罗宇毫无疑问也是。但是罗宇是跟习近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也就是罗宇本人呢，他在1988年的时候已经是大校的军衔，他当时在总参谋部装备部的航空处担任处长，也就是凭他的地位，凭他自己的家庭背景，他日后升任为将军，然后掌控一方权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8964开枪屠杀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说呢，他在1989年就是6·4镇压之后，他到法国去参观一个航空展以后呢，他呢就没有再回来，而是呢跟中共这个体制呢彻底决裂。到了1992年，由江泽民亲自签署以后，然后呢开除了他的党籍，开除了他的军籍。那么在海外呢，他后来娶了一位具有混血的一位太太，然后他跟这个太太生活了几十年。在这个期间呢，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告别总参谋部》。他在这本书里面对他当时出走的背景，对当时6·4镇压邓小平如何策划这件事呢，他都有过详细的描写。我跟罗宇先生呢，在我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以后呢，有机会呢和他在几个重要的场合我们碰到过，那么我们也有过很多深度的交流。我对罗宇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作为共产党的一个红二代，共产党这个高级将领家庭中能够跟体制决裂叛逆出来的这个红二代，我们之间呢是有很多共同话语的，包括他在国内的有些朋友和我之间都有些交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都有共同的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张合影，这张合影呢是我跟罗宇先生和陈大珍，也就是六哥啊，当时香港黄区行动的总指挥六哥和罗宇先生，我们在一起吃饭留影的一张照片。
也就是那时候，我跟罗宇先生，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之间对当时六四发生在北京的事件呢，我们有过多次的深度的交谈。他呢是跟我详细谈论过呢，就是关于邓小平决策六四屠杀的那些阴谋出台的经过，也就是他所称的玉泉山镇压决策的内幕。什么叫玉泉山镇压决策的内幕呢？也就是邓小平做出对六次屠杀镇压是在玉泉山做出的。这个玉泉山呢，也就是我们坊间呢所称的这个叫西山。这个玉泉山它是在京郊颐和园边的一个军事基地，是中央军委的一个重要的办公基地，被民间是称为叫西山。邓小平做出这个决策就是在玉泉山，在西山做出这个决策的。讨论这件事不是一天，讨论了很长时间。从1989年4月下旬开始，邓小平就开始密谋筹划这件事了。参与整个屠杀计划密谋讨论的主要的人物有呢，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锡同。这些人是最主要的讨论这件事里面的主要核心人员，也就是邓小平当时要利用杨家二兄弟啊，因为杨家二兄弟一个是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另外一个是杨白冰，杨白冰担任的总政主任，而且杨白冰还是军委秘书长。所以这兄弟两个只要按照邓小平的密谋，基本上军队就调动起来了。至于像王震这种土八路，王震这种人就是流氓，就是土匪，在他眼里面除了一个字杀，什么也没有。所以说王震是不断的叫嚣，杀他200万，稳他20年，这是王震的口气。至于吕鹏就不要讲了，吕鹏是一心盼望邓小平屠杀的，因为只有邓小平开了杀戒，屠杀完了以后，李鹏才可以趁机的篡党夺权。因为李鹏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面是完全被赵紫阳看不起，甚至是排挤的一方。李鹏这个人无才无德，什么都没有，唯独就是依靠邓小平，让邓小平杀人以后，然后他才可以篡政谋权嘛。至于陈锡同，陈锡同当时担任的北京市长，陈锡同100%是邓小平要叫他扛包的，也就是戒严部队总指挥一定是以北京市政府来发布的，而北京市政府负责戒严里面推出来的这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一定是你陈锡同嘛。陈锡同尽管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百般为他自己开脱，表示他跟这个六四屠杀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连李鹏都在回忆录里面写六四跟他没有关系，你觉得没有关系吗？因此可以讲，罗宇是很清楚的，这几个人才是刽子手，这几个人才是密谋商量，一定要进行屠杀的。但是整个玉泉山的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就是赵紫阳，始终没有签字。邓小平非常恼火，但是赵紫阳就是坚决坚持了他这个原则，就是不签字。所以说六四屠杀的这个计划，这个命令完全是非法的，不符合中共和中央军委原来规定的这个规则，也就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居然没有签字的这个屠杀命令可以得到执行，这也是日后推翻邓小平决策以及否定六次屠杀最直接的一个法定法规的依据，这是罗宇呢反复强调的。那么邓小平当时为什么是在西山做出这个密谋呢？其实六四一开始以后，邓小平就非常怕，因为整个社会上面所有的学生在高喊的反腐败的时候，是直指邓小平儿子邓朴方他的这个康华公司的。邓小平甚至认为是党内领导人利用学生的热情要打倒他，因此他是不敢住在他自己中央分配给他的这个住房，就是地安门米粮胡同的，他是不住在米粮胡同，他是跑到哪里去呢？他是跑到了西山，就是玉泉山。他怎么会在玉泉山还有这么一栋别墅呢？这个呢，邓小平的二女儿叫邓玲，她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邓小平》。她在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写到，1977年的时候，当时呢，邓小平还处于打倒状态，也就是还没有恢复工作，只是叶剑英呢是希望能给邓小平回到北京，能给他出任呢一定的职务，恢复他的工作。那时候叶剑英还在华国锋面前积极谋划、积极推荐，但是邓小平那时候的政治身份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么一家人如果从江西回到北京，住到哪里呢？因为叶剑英是军委的副主席啊，而且叶剑英实际上是掌管军委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虽然华国锋是军委的主席，但是华国锋当时刚刚接任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党的主席啊、军委主席啊、国务院总理啊，事情太多了，所以军队这一摊呢，都是叶剑英在掌管。而且华国锋他能够获得这个地位，所谓消灭四人帮，都是靠叶剑英辅佐的嘛。所以说他对叶剑英是非常信任的，因此叶剑英在军队可以讲他是一手遮天的。因此呢，他当时就把邓小平呢安排到了玉泉山来住，让邓小平呢住在了玉泉山的25号楼，叶剑英自己家呢就住在15号楼。这个25号楼呢，它是一栋空的，为什么空的呢？是曾经王洪文住的，那时候王洪文已经被抓起来了，所以说25号楼就邓小平一家就住在25号楼里面。邓小平自从1977年回到这个25号楼，到他死，玉泉山25号楼始终是邓家霸占的。也就是他本人地安门的米粮胡同和玉泉山的25号楼，他轮流租住。
尤其是情形紧张时候，他都住在玉泉山。因为玉泉山是军委的基地嘛，整个这个玉泉山它的这个防空设施，它这个安保设施，那都是最强大的。也就是习近平一碰到有风吹草动的时候，习近平也是躲在玉泉山的。玉泉山叫做中央军委指挥中心嘛，所以说邓小平住在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安全的，任何学生闹事呢也找不到他。他就是在玉泉山25号楼，在他家里面密谋策划了对896次学生进行的一个疯狂屠杀。每次讲到6次屠杀时候啊，罗宇先生呢都无比的愤慨，也非常的惋惜。他就说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嘛。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多了嘛，北京当地的学生绝大部分已经回到学校，留在广场上的学生很多都是外地的，本地的学生根本不多的。再过不了几天，大家就散掉了。为什么要用坦克车、机关枪去镇压学生呢？你镇压学生以后要制造多大的血债呢？而且要给共产党带来多少要亡党亡国的这个灾难，这个可能的后果呢？这是罗宇他每次谈到这件事，他都是这么愤愤不平的。但是呢，按照我的理解，我跟罗宇先生呢是做过我的交流和我自己的评判，我就告诉他，我说罗宇大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绝对不存在邓小平他知道很多学生已经返校了，广场上没有多少人了，这个镇压没有什么意思。邓小平不是这样想，邓小平不是希望学生赶紧回到学校去，邓小平恨不得学校里面的学生再到广场上来，因为他是利用学生们在广场上聚集，然后给中共产生压力，然后找到学生反革命暴乱动乱的借口，以这个借口呢，他就要对学生镇压。他对学生镇压，他并不是这些学生在他眼里面有什么分量，这些学生都是手无寸铁，都是和平群员，有什么力量啊？他强大的解放军又是坦克车、机关枪，这些学生跟解放军能够有作战能力吗？邓小平不是害怕学生有什么力量，而是要通过学习天安门广场，学习学生和北京市民，然后什么？然后是换掉赵紫阳。因为邓小平后来在用了赵紫阳以后，他就始终感觉到赵紫阳不称他的心，赵紫阳不按照邓小平他所讲的这个方法去做，因此他对赵紫阳一直是怀恨在心。但是赵紫阳呢，在党内呢声望很好，绝大部分中共无论是退休的还是在任的老干部，对赵紫阳都非常的服气，大家都非常尊重赵紫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好好的要去弄赵紫阳，在党内是完全不服的，那只能找一个借口了。找什么借口？就说赵紫阳他自己支持了学生动乱，也就是给赵紫阳扣上的帽子，就是在国家发生最重大的这个动乱状态下，赵紫阳支持了动乱的学生，也就给他扣上一个支持动乱的帽子，这样就可以把赵紫阳的职务拿掉了。赵紫阳的职务拿掉以后，邓小平就重新排兵布阵，就重新安排中央政府里面的高级领导人，他是需要把权力重新掌控在他的手上，在他自己没死之前，他都绝对不能让权力让别人掌控，因为他知道，如果权力一旦他掌控不了，他这个人被送上审判台，甚至被人民审判、被人民鞭笞的可能都有。所以邓小平绝对不能够在他自己有生之年，他这个权力能够滑落出去。那么赵紫阳他是一定要清理掉。清理掉赵紫阳以后，反复挑选以后才挑选了江泽民啊。而江泽民说真话，邓小平也不是很满意啊。但是不满意，邓小平已经没有换他的条件了。所以邓小平曾经搞过92年南巡，他南巡的时候警告过江泽民，你不改革你就下台。那时候江泽民也怕，所以江泽民只好装模作样去搞改革，糊弄住邓小平。然后呢，安安稳稳等邓小平死，邓小平活的这期间呢，就只能按邓小平的意志去做。那么邓小平就达到目的了。所以罗宇先生呢，他的分析和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他认为邓小平不应该开枪，开枪镇压这几个学生完全是错误的决策，给共产党、给中共执政呢带来了很多后续的麻烦。我跟罗宇先生之间观点上不同的就是，我认为邓小平一定要开枪，根本不在乎广场上有几个学生，而是拿学生做炮灰，牺牲学生，然后通过整肃学生这个借口来达到他清洗中共高层、清洗赵紫阳、清洗所有邓小平不满意的中共高层的领导人，然后重新稳固他的政权。说来说去就是要稳固他的独裁专制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说罗宇先生呢，我们两人之间呢交流这是非常好的。很可惜，他是一直想拍一部电视纪录片的，就是记录6次整个中共他出台6次密谋的这个过程，同时也结合他自己流亡海外很多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个人的经历，包括他自己的爱情经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我和他两人之间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自己6次也有很多故事，因此我们两人谈得非常好。很可惜，天不假年，罗宇先生呢这2天去世了，他只有76岁。那么他走得太早了，也就是他没能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我呢今天做这段节目呢，主要呢是表达呢我对他的一个怀念。好，我们来看美国大选的选情，也就是现在大选呢，川普总统在最后这么还剩10来天里面呢，他仍然在呢不断地去争取那些摇摆州呢对他的支持。因为目前来讲，在美国有一个重要的州叫俄亥俄州，俄亥俄州呢现在川普总统和拜登的这个选情呢是不相上下的。
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凡是拿下俄亥俄州的竞选人，最终都入选了白宫。也就是从1930年以来，赢下俄亥俄州的候选人最终都入主白宫的，只有一次例外。因此呢，当地选民究竟投谁，谁最终就入主白宫，这已经成为一个神话。所以说，川普总统是肯定不会放弃俄亥俄州的，他多次到俄亥俄州去呢，对他的大选进行造势。但是俄亥俄州的居民呢，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关心的是制造业。俄亥俄州是美国的制造业大州，也就是制造业在俄亥俄州是蔚然成风的。很多俄亥俄州当地的选民啊，他们非常关注他们的制造业的回归。本地的选民有一个人说，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美国，我们对这个抗生素的依赖完全依赖于中国啊。他说要不是发生了新冠疫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医疗产业，我们的抗生素居然全部是依赖中国的，所以他感觉到非常吃惊啊。那么俄亥俄州本身的原来传统的制造业的这些企业主，他们有的人呢，前几年呢都是到中国，在中国投资的。但是随着在中国投资，第一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第二个是中国各种苛捐杂税、各种管理，尤其是对美国的技术盗窃、对美国的强制技术转让，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促使了很多俄亥俄州的制造业的产业主，他们在中国他们已经投资不下去了。加上川普总统给出的回归美国本土的各种优惠政策，所以说现在大量的俄亥俄州的产业主呢，他们已经把在中国的产业呢，把它逐步的撤回俄亥俄州。他们希望俄亥俄州能制造更多的制造业的机会，能给俄亥俄州的制造业呢重新插上翅膀。所以我们从一段对当地选民的采访，从这个视频片段里面就可以看到俄亥俄州本州的人民对川普总统他推行的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政策的积极称赞了。因此我觉得川普总统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是可以吸引俄亥俄州绝大部分选民对他的支持的。If you vote for Biden, he will surrender your jobs to China. The Trump presidency will be the first presidency since Hoover that is going to end up leaving office with fewer jobs than when he came into office. People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making stuff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n amazing feeling. It's very fulfilling to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ve actually made something. Where manufacturing grows, wealth of the entire area increases. Well, I was shocked and very ignorant to not know that China had our antibiotics. I mean, wake me up.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that we touch, there's a part of it that is going to be from China. 杰克施隆经营家族企业已经超过30年了，他的公司位于克利夫兰，生产家具等金属零部件，所有产品都在美国俄亥俄州制造。Do you feel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has been improv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Oh yea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a lot of great thing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invest in new machin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that helps to improve it. 1942年，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美国战时所需创办了杰根斯，公司规模和雇员人数一直稳定增长，如今有100多名员工。今年新冠疫情爆发，施隆更意识到了保持生产自立的重要性。Well, because you have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s the local provider grows stronger, there's less risk of China. I mean, China threatened to cut off our drug because we became too dependent upon Chinese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You become much more resilient and much more being able to respond if you are able to have a local supplier that's part of your supply chain as opposed to an international supplier. You asked about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and we did not experience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但过去半个世纪里，仍有大量的俄亥俄制造业工作流失到海外。在过去10到15年间，海外劳动力价格优势弱化，企业也越来越追求产品质量。越来越多的俄亥俄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线移回美国。斯考特·克罗西莫就是决定回归美国生产的制造商之一。
过去11年里，他与中国浙江、重庆和广东的厂商合作，生产中低端的燃油摩托车，在全球销售。而今年推出的电动摩托车系列将全部在俄亥俄州制造，主打美国市场。The impetus to really moving our manufacturing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 especially for our electric vehicles, i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We've suffered from 11 years of our IP being stolen. 那么你看完这个视频，也就是俄亥俄州的选民，他们对川普总统要把制造业回归美国的这种想法积极支持的态度，你就可以看出川普总统他在他自己首个任期里面所推行的治国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也是很多选民为什么积极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拜登呢？拜登在最后的时间他也在忙活啊，他也要争取选民对他的支持啊。很可惜啊，拜登到宾夕法尼亚在竞选的这个道路上迎接他的都是支持川普的选民啊，人家都举着支持川普的旗子，支持川普的雨露牌，穿着支持川普的 T 恤衫来迎接拜登的车队。里都是灰溜溜的。从这些场面你就可以看出，整个选情现在究竟是有利于川普还是有利于拜登哇？尽管你看民调上写的都是拜登领先哇，民调现在恨不得宣布拜登已经当选了哇，但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得到啊。你不要看电视上面那些民主党的选民讲的多么好听，民调所显示的拜登的支持者，民主党的那些人，他们给出的多么高额的那个支持率，实际上民主党人都是讲的最好听，他们的虚伪是从上到下的，从民主党的大佬到普通的民主党的选民。我们在一个视频上就看到有一个支持拜登的民主党人，当别人问他是否支持非法移民的时候，他振振有词啊，对啊，非法移民很好啊，我们欢迎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到我们美国，到纽约啊，到旧金山啊，到哪里我们都欢迎啊。结果人家就说，那好啊，你既然那么欢迎，我给你带3个非法选民来，他们今天就坐到你家，然后帮你浇花浇院子，怎么样？这个刚刚大谈非常欢迎非法选民的这个民主党的支持人，一看那3个非法选民要住到他家，马上就说 no， 那不行，那不行。You just think that anyone can come to the U.S. like absolutely. If you go to New York, go to the Statue of Liberty, what's it say? All is welcome. I don't think it says that, but dude, this is great because okay. I just happened to pick up 3 guys from Honduras. Well, they were at Home Depot. They're from Honduras and they have nowhere to go. So this just works out perfect. Look, Hector takes medication twice a day, and right now they got to use the bathroom. All 3 of them go to shit. Baño, por favor. Gracias. Is it cool if they stay here? No. Why not? They're not allowed to stay here. What do you mean? I don't know them. Who are they? All right, so they can't stay here then? It's cool if they come to the country, just not your fucking house? No. Come on, bro. Come on, bro. Fucking hypocrite. Let's go, guys. Let's go. Sorry, man. Hypocrite.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旦到实际行动时候，民主党人马上就变脸了。克林顿在曾经接受一个电视访谈时候，就告诉全国的电视观众，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过跟那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但事实上呢，莱文斯基作为白宫时期的跟克林顿那个拉链门，人人都知道啊。
这就跟拜登一样，拜登他自己在电视竞选中，他也是一再宣称自己这一辈子没在国外拿过1分钱。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I have not taken a penny from any foreign source ever in my life. 那么那个 Big Guy 那个掌握10%股份的那个大佬是谁啊？他亨特·拜登跟中国华信建立的这个公司，他这个公司的 CEO 就是波普林斯基。波普林斯基已经明确点出，其中有一个隐形股东手持10%的股份，是一个大佬，由他的儿子亨特·拜登代持的。这个人是谁啊？不就是你拜登啊？你没拿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钱，你只能欺骗选民。所以说，民主党的高层呢，他们就喜欢这样做。包括民主党我们加州的这个参议员，他本人还担任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叫戴安娜·范斯坦。这个人也是在拜登他儿子亨特·拜登跟中国华信勾结的所有民主党大佬名单里面其中的一个人。这个范斯坦他是坚决的民主党人，他是每次讲话讲的最好听的，但实际上这个人的腐败是最严重的。其中他的驾驶员是一个给他开了20年车的驾驶员，就是中共的间谍，后来被美国抓起来了。这个范斯坦是口口声声要控枪，任何人都不能持枪，但是他自己就持枪。这个人就是加州民主党的参议员，他在这次反对大法官的这个质询方面，他问的话是非常无耻的。所以说民主党就诞生类似于像范斯坦这样的参议员，这样的大佬。民主党的大佬从南希·普洛西到克林顿，到希拉里，到奥巴马，再到现在的拜登，他们哪一个家族没有腐败呢？而这些民主党大佬们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家族的腐败，他们就要希望控制美国的政权，因为他们控制了美国的政权，就可以跟中共继续勾兑，而跟中共勾兑最终就可以保障他们的家族利益，同时他们把美国推向了深渊。这美国要演变成中国快得很啊，可以讲一个社会制度的破坏，然后把这个社会制度把它腐烂掉，那速度是快得很的。你要想恢复，那就难得多了。所以要不是川普总统来排干华盛顿的沼泽，川普总统能获得连任，在他8年执政以后，我相信一定是川普总统会把他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任共和党优秀的青年才俊，由另外一个人，可能是彭斯副总统，可能是国务卿蓬佩奥，可能是卢比奥，可能是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共和党的那些优秀的年轻人，那些优秀的青年政治家，这些人如果接上棒以后，就可以把美国不断地推向回归美国的道德价值观，使美国能够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大道。在美国已经回归了，全世界才会回归。美国胜利了，世界就胜利了，共产党就灭亡了。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